你敢相信吗？一条毒蛇竟然能够卖出100万元的高价。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，欧洲黑市上出现了一种名为莽山烙铁头的毒蛇，并且这类蛇的价格竟然被拍卖到了80到100万元的高价。由于它们实在是太过珍贵，因此也被称之为蛇中雄猫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在莽山烙铁头身上究竟发生过怎么样的故事呢？在1984年之前，莽山烙铁头还没有被人们发现，直到一名林区职工在工作的时候不慎被咬伤，才让人们得知自然界中竟还有这种奇特的蛇类。该工人被咬伤之后，为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，于是便马不停蹄地前往医院。不过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，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，医生们发现工人身上的伤口并不像是普通的毒蛇。为了能够防止诊断错误，医生们还特地找来了蛇类专家，结果无一例外，专家们都不能确定咬杀人的毒蛇品种。此时蛇类专家陈远辉为了能够找出事情的真相，便开始了自己的研究之旅。只不过此时的他还不知道，为了能够找出毒蛇的真实身份，他竟要耗费整整5年的时间。一直到了1989年，陈远辉在一处自然保护区内发现了这种蛇类的身影。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之后，最终确认这种品种的毒蛇从来没有被人们发现过。而陈远辉作为第一个发现它的人，决定将其命名为莽山烙铁头。莽山烙铁头被人们发现以后，身价总是在不断飙升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莽山烙铁头的出现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，就连其他国家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。自此之后，很多国家都愿意出高价购买，甚至价格还在不停的上涨。不过是一条小小的毒蛇，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呢？正所谓物以稀为贵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球范围内的莽山烙铁头数量都不超过500条，所以在这种极度稀缺的情况下，它们的价格自然会节节攀升。不仅如此，莽山烙铁头还是我国特有的品种，其他国家根本看不到它们的身影。这样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蛇类，吸引了很多国家想要一探究竟，甚至还想将其引进自己国家进行展出。不过我国对于其他国家这种无理的要求，自然想都不想就拒绝了。这不仅仅是因为莽山烙铁头的数量极其稀少，还是因为这类蛇的长相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青龙十分相似，因此对于我国来说具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。这样一来，其他国家要想一睹莽山烙铁头的真容，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。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为了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，他们不宜出高价收购。而国内一些人看到了其中的暴利，实在是无法抵抗金钱的诱惑，便想尽办法的盗猎莽山烙铁头，然后转手高价卖出去，从中赚取差价。然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，还是因为几年前对于莽山烙铁头的保护不够全面，才让这些人有可乘之机。而目前虽然依旧有人求购莽山烙铁头，但却一直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。莽山烙铁头的数量不足500条，它们为何如此稀少？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其实它们的数量稀少与其自身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。对于自然界中的大部分物种来说，能够获得充足的食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所以为了能够填饱肚子，它们大多不会对食物有所挑剔。然而莽山烙铁头却是个例外，在他们的心里，只有活着的东西才能够被当成食物吃下去。如果他们在捕食的时候遇到了死掉的动物，哪怕自己已经非常饥饿了，也不会多看一眼。不仅如此，人们在对莽山烙铁头的观察过程中发现，很多个体为了能够让自己快速的成长，都会选择杀死自己周围比较弱小的个体。这种自相残杀的事情相当普遍，所以就算是没有其他动物的影响，莽山烙铁头的数量也很难得大幅度的提升。莽山烙铁头繁衍后代的速度并不快，不仅有时候好几年才会产下一枚蛇卵，甚至蛇卵能不能孵出小蛇都是一个未知数。他们对于延续种群这项任务并不重视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即便是有了人类行为的干预，他们的数量依旧没能得到有效的提升。因此在种种原因的影响之下，莽山烙铁头才会一直作为珍稀物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。不过相信随着人们对于莽山烙铁头的保护越来越重视，他们一定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